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程毅袁冰妍之前的尴尬误会与欢瑞离职高层有关，程毅也不想那样。程毅与袁冰妍都是通过琉璃一起走红的，程毅饰演的司凤与袁冰妍饰演的玄机成为古装领域的经典角色。只是这部剧结束后，他们的互动也就随着结束，至今为止2年多的时间，呈现形同陌路的状态，公开场合一概不提对方，不免让人感到唏嘘。曾经在戏里那么甜，怎么现实中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连普通朋友都赶不上？这还要从琉璃云歌会说起，没有这场活动，就没有当时的尴尬，也就延续不到如今。琉璃云歌会上的尴尬，本来琉璃云歌会是宣传的收尾工作，本着好聚好散的原则 ，CP 粉试图从活动当中继续磕糖，结果他们表现得很突然，出场之后2个人一直保持距离，互动也根本没有，连眼神互动也没有。唱主题曲的时候，程毅袁冰妍直勾勾看向前方，其他演员则适当的四目相对，形成鲜明的对比。尤其是程毅有意在躲着袁冰妍。当所有演员排站的时候，程毅离袁冰妍很远，饰演腾蛇的白树故意推了一下程毅，试图让他们挨近一些，可程毅面无表情的不为所动。好在后续导演站在中间，才解决这种尴尬的情况。后续的发酵在网络上比较厉害，程毅遭受到一定程度的谩骂，还因此脱粉6万。当然有理智的网友在刨根问底，寻找程毅一反常态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怎么就这样了？其实真的事出有因，与当时的欢瑞世纪高层有关，程毅自己也很无奈。程毅也是受当时欢瑞世纪高层的安排，目前该高层已经离职。仔细观察云歌会上的状态，只有程毅一个人最特别，因只有他一个人带着耳返，时不时在有意听着什么。这后面的声音来源就是当时的高层管理人姜磊要程毅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做，故意冷落袁冰妍。姜磊是挺厉害的人物，欢瑞世纪的现象级影视剧都有他的参与，例如《古剑奇谭》《琉璃青云志》等等。至于姜磊让程毅冷落袁冰妍的原因，是因袁冰妍当时陷入与公司的纠纷当中，姜磊对袁冰妍很有意见。后续袁冰妍迟迟接不了戏，就有这方面原因。程毅作为公司才走红不长时间的男演员，自然不敢与高层对着干，一旦对袁冰妍讲义气，后果就是直接被冷落，不继续给资源力捧。作为打工人，好不容易才事业有起色，只能委曲求全，按照不良安排照做，被无情地控制着。其实看程毅活动上的微表情，发现确实不自然，心里明显有事。有消息称，程毅后台看到姜磊，还一脸严肃地瞪了他。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程毅可不敢这么自讨没趣。现阶段这个高层已经离职，与欢瑞世纪再无关系。程毅袁冰妍不再受他的管辖，可以说解脱了。自从姜磊离职后，袁冰妍的事业恢复正常，该接戏接戏，该接代言接代言，接连拍摄《祝青好》《落花时节又逢君》等剧，快速的积攒库存。《祝青好》已经热播，距离琉璃已经过去1年多，空档的时间有些久，真的比较耽误事。只是程毅袁冰妍的关系目前还没有修复，高层离职，程毅袁冰妍还在公司做打工人，造成他们尴尬的阻碍已经没有了，可尴尬已经成为既定事实，当时被外界议论纷纷，粉丝之间也闹得不像样。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还是得不到修复，当时事发突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有指责袁冰妍的，也有指责程毅的，双方当事人都异常的尴尬，直接结果是日后不再公开场合互动，
也不会进行二搭。听到彼此的名字，就好像听到什么一样，第一时间进行回避。都是一个经纪公司的同事，闹成这样也是蛮无语的。